这个女人生了个奇怪的孩子，不仅一天就学会了说话，而且还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罗文本以为是自己的特殊能力影响到了孩子，可没想到仅仅过了3天，男孩竟越长越快，很快便有了5、6岁的样子，而且他的食量极大，脾气也极为暴躁。可毕竟是自己生的娃，罗文只好耐心地惯着。可就在他忙着做家务时，家里的幽灵却突然出现，还说感受到了邪恶的力量。他给了罗文一个忠告。其实罗文自己也清楚，这个孩子可能来自女巫的宿敌拉舍尔。虽然没有怀胎10月，可对方也是从自己体内诞生的。为了搞清楚拉舍尔的灵魂还残留多少，他第一次对男孩施展了自己的能力，可结果却很正常，男孩的身体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罗文将这一情况记录了下来，却在最后人类这个单词上打了个问号。思索间，卧室突然传来男孩的惨叫声，他顿时爆发出了作为母亲的本能，施展能力打开了房门。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男孩竟然又长大了一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孩在长个的同时，心智竟然也在跟着发展。15、16岁正是叛逆的年纪，他竟然在地下室找到了个人偶玩具。看着这一幕的罗文顿时吓坏了，因为当初那个恶魔拉舍尔就曾寄居在这上面。他想上前将人偶拿走，岂料男孩却猛地推了他一把。惊恐中，罗文不自觉地发动了能力，看着地上的血迹，罗文立刻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可他对如何管教熊孩子根本没什么经验，只好暂时将其交给家中的长辈照顾，自己则来到了工作的医院，将带有男孩血迹的玻璃进行了化验，想看看其中到底有何古怪。可就在等待化验结果时，一个病房里的小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对方明知自己得了绝症，却很懂事的不想让妈妈哭泣，这跟家里那个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时间有些心软，便发动能力治好了小女孩的绝症。可这番治疗消耗极大，就在罗文倒在椅子上陷入沉睡时，男孩竟然又长大了几岁，变成了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等罗文休息好回家后，他被惊得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本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岂料男孩竟突然亲了上来。罗文赶紧制止了这一荒谬的行为，两人现在已经差不了几岁了，虽然是母子，可有些亲昵的举动显然已经不合适了。男孩有些委屈地来到窗边，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远处有嬉戏打闹的声音。趁着罗文不注意，他偷偷溜出了家，潜入了一家正在开派对的酒吧。看着面前无比香艳的一幕，他似乎闻到了跟母亲身上一样的味道，今晚注定会是个无比疯狂的夜晚。然而没过几个小时，男孩便慌张地敲开了家门，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搞的，只希望母亲能救救这个女孩。可罗文虽然能医治绝症，却没法让人起死回生啊！跟大部分犯错孩子的母亲一样，罗文下意识地便包庇起了自己儿子。他把男孩锁在了地下室，自己则抱着尸体来到了河边，使用女巫的能力将其永远沉入了河底。岂料就在他忙着处理尸体时，拉舍尔却再次长大了几岁，偷偷溜出家门，循着味道找到了另一名梅菲尔家族的女巫。虽然家里突然出现个陌生男人很奇怪，可身为女巫的爱丽丝拥有占卜能力，她用塔罗牌测算过，自己只要不出门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她总觉得男人有些熟悉，好像曾经在哪里遇到过。相逢不如偶遇，她当即邀请了拉舍尔去家里喝一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双方还互有好感。就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后，拉舍尔疼爱地看着熟睡中的女人，突然感觉肚子还是有点饿，正想去冰箱里找点吃的，岂料客厅里突然传来了惨叫声。爱丽丝捂着肚子不停哀嚎着，这便是拉舍尔的宿命。恶魔与女巫的结合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可拉舍尔毕竟才刚出生7天，他完全是靠着本能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味道。爱丽丝死去的消息迅速在家族中扩散，罗文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本想使用能力查看一下对方生前的画面，却被前来收尸的男人打断。好在通过查看屋内残留的气息以及那丢在角落里的奶瓶，他很快意识到是自己儿子干的。罗文循着儿子的气息一路找到了小树林，对方果然就躲藏在了这里。罗文希望儿子能跟自己回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可拉舍尔却正是叛逆的年纪，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想控制自己。眼看拉舍尔就要逃走，情急中罗文再次施展出了努力。可拉舍尔显然不觉得人命比自由重要，他头也不回地向树林外跑去，毕竟是自己亲生的。罗文始终没能痛下杀手，只是一个劲的施法制造路障，希望能将拉舍尔困住，可惜最终还是失败了。就在几个小时后，拉舍尔躲进了一个地下室，彻底逃离了罗温的追踪。几滴血液从他手上的伤口处滴落，意外被地上的甲壳虫吞噬。谁也不知道虫族与恶魔结合后会发生什么。随着拉舍尔倒在地上沉沉睡去，几公里外的一个普通公寓内，年轻的摩雅跟母亲吵了起来。作为梅菲尔家族的一员，他天生便拥有读心的能力，可无论是谁都不喜欢自己的内心暴露在别人面前。于是母亲只好天天在家里把音响开到最大，以此抑制摩雅的能力。可摩雅哪受得了天天在家听广场舞的音乐呢？他有些气愤地摔门而出，却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就在这天晚上，拉舍尔循着味道找上了门。You came. I always knew you'd come back. 几个小时后，摩雅回到了家，
可屋内却一片寂静。那恼人的广场舞音乐不知何时已被关上。他本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直到手上传来湿滑的触感，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可惜已经晚了，随着又一个女巫死去，这回罗温再也没有办法封锁消息了。可他也明白，一旦儿子落到梅菲尔家族手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发动能力让天空下起了大雨，希望能尽量遮盖拉舍尔残留的气息。可这招显然治标不治本，要想在不伤害拉舍尔的情况下将其控制住，他还需要一个强力的盟友，而曾经被他化作石雕的科特兰便是最好的人选。 Come on. You have a lot to do, and you work for me now. Lucky me. 但作为母亲的罗温为了保护家族的其他女性，决定配置一瓶魔药，消除众人身上的女巫气息。可由于他的力量来自拉舍尔，两人只要离得越远，这份力量就越弱小。如今的他甚至连正常的点蜡烛都做不到，只能无奈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在科特兰的帮助下，罗温在家中举办了一次派对，邀请了家族里的大部分巫师。可要怎么说服他们喝下魔药却成了难题。在家族历史中，拉舍尔其实一直是作为守护神的存在，如今转世投胎后，很多人都是看在拉舍尔的面子上，这才接受罗温邀请的。要怎么解释拉舍尔其实是个专杀女巫的恶魔呢？可罗温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尤其是看到有个男人在派对上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看见他失踪的女儿，罗温眼前仿佛闪过了那具被拉舍尔糟蹋过的尸体。可拉舍尔毕竟是他亲生的，他本来并不想宣布拉舍尔所犯的罪行，但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过来，竟是拉舍尔又犯事了。原来自从上次被罗温打跑后，他在公园偶遇了一个同类，两人一见如故。眼看拉舍尔如此迷茫，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究竟要干什么，作为前辈的男人教导他 We're meant to call the herd. It's a natural thing. Like Mr. Darwin taught. Listen to your appetite, your instincts. It's all you can do. You live by their rules. And you'll go crazy. 随着男人的离开，拉舍尔仿佛领悟到了什么，他来到一家酒吧，上来就点了2大杯牛奶。虽然他的身体已经成年了，可毕竟刚出生1个多礼拜，还处于哺乳期，想喝奶也很正常吧。老板娘倒也没有多想，可就在把2杯奶喝光后，拉舍尔却还有些意犹未尽，居然打起了老板娘的主意。原来老板娘正是梅菲尔女巫的一员，拉舍尔被她身上的气息所吸引，忍不住想要发展一下爱情。可老板娘的丈夫就在边上，眼看勾搭不成，她竟一直忍到了店里的客人走光，随后起身锁好大门，转头就想用强。老板娘奋力挣扎，老板也掏出了球棍上来帮忙。可拉舍尔虽然失去了恶魔的记忆，力量却远超普通人类，反手就把老板按在了墙上。好在老板娘及时打碎了酒瓶，径直捅向了拉舍尔的脑袋，疼痛让他瞬间清醒过来，恢复了属于人类的理智。他此刻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急切地想要回到母亲的身边。得知这一消息的罗温知道不能再等了。Hey, listen up! 要是让拉舍尔回家闻到这么多女巫的味道，肯定会因此陷入疯狂。他宣布了拉舍尔是恶魔的事实，随后又公布了最近遇害的女巫。就在一片嘈杂的议论声中，梅菲尔家族的成员分成了2派，一些人接受了这个事实，喝下魔药去除了身上的女巫气息，可还有一些人觉得罗温欺骗了大家，已经不值得信任了。有个受害者的妹妹想要离开，罗温怕她受到伤害，焦急中使用能力关上了大门，岂料爆发出的力量却出奇的大，瞬间将2人转移到了异世界。而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拉舍尔就在附近，他让众人待在屋内，随后决定独自出门做个了断。他曾经答应过受害女巫的家属，再次看见拉舍尔后绝不会再留情，可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眼看罗温陷入了两难之地，边上突然窜出一个人影，朝着拉舍尔放出了淡紫色的气体。罗温下意识地挡在了儿子面前，随着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边上突然驶来几辆小汽车，二话不说就把拉舍尔拉进了车里。他现在就是一个坐拥宝藏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的孩子，自然会吸引到黑恶势力的亏欠。然而当格里夫在牢里一番搜寻后，却始终没有发现拉舍尔的身影，他满心疑惑，只好找到监狱的管理员询问情况。岂料登记簿上竟然根本没有拉舍尔的名字，他瞬间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好在用于抓捕拉舍尔的车辆很快被找到，格里夫见状当即单手捏印，在车内仔细搜寻拉舍尔的气息。他拥有记忆回溯的特殊能力，能够通过触碰物品回溯过去发生的景象。随着他的感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拉舍尔已被秘密转移，他从始至终都被人利用。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受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罗温，他的力量源自拉舍尔，对方只要离他越远，他的力量就越弱小。之前他能力失控把妹妹变成了幽灵，如今再想变回来就难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所在的古宅也是基于拉舍尔建立的，如今墙壁已经变得比纸都要薄了。一旦拉舍尔的力量彻底消失，房子没了倒是小事，问题是两个妹妹可能永远回不来了。罗温和坦尼亚终于达成了一致，为了救回自己的亲人，关于是否要杀死拉舍尔的问题得先放一放了。他们找到了家族的长老，希望能用巫术锁定拉舍尔的位置，同时讨论一下如何去除拉舍尔身上的魔性。可刚一走进屋内，他们便看到了无比惊奇的一幕。原来唱片机中封印着一只恶魔，两位长老必须轮流进去陪对方跳舞，以此来防止恶魔脱困。说话间沙漏刚好走完，是时候换班了。
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其实伊芙琳长老已经快80多了，之前她一直通过巫术维持年轻的模样，只有换班时才会显露出真实的面容。在得知罗温两人的来意后，伊芙琳表示想得到答案很简单，就是去唱片机里走一趟，那里面的恶魔陪伴了无数任女巫，对拉舍尔也相当的了解，但其中必然有着难以预知的风险。罗温正准备冒险一试，可另一位长老却劝他把唱片机带回古宅，那里毕竟是罗温的主场，他的力量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可伊芙琳却不肯答应，东西一旦借出去，再想要回来可就难了。说话间，坦尼亚却嫌弃他们有些墨迹，竟独自走到了唱片机前，想直接使用自己的读心能力跟恶魔进行交流。It's hurting her. 他显然有些高估了自己，可罗温此时力量大减，根本帮不上忙，只好赶紧叫救护车把坦尼亚送到了医院。就在几个小时后，坦尼亚终于从昏迷中苏醒，他已经失去了触碰唱片机时的记忆，只知道那里面有个极为恐怖的存在。可罗温却依旧没有退缩，那是帮助拉舍尔唯一的办法。身为母亲的他怎么可能放弃呢？他回到家中，在长老的帮助下缔结了契约，随后毅然喝下药水。就在充沛的魔力包裹中，罗温的灵魂跨越了重重封印，来到了传说中的梅菲尔家族禁地，而这里关押着的正是家族的上一任家主朱利安。为了寻找转世恶魔拉舍尔，罗温不惜冒着未知的风险来到此地，可面前的老人却一动不动，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他伸出手想试探一下脉搏，原来老人寂寞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来了客人，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女人，他实在忍不住调戏了一番。可接下来无论罗温问什么，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罗温只好选择了撤退。结束仪式的方式也很简单，他只要在心里默念想要出去。外面拥有读心能力的坦尼亚在收到消息后，便会用自己的灵魂作为绳子，带罗温逃离禁地。他们接下来本打算商量一下，如何才能让朱利安开口，可此时罗温却惊奇地发现，被救走的只是自己体内的一部分。朱利安的大笑声从身后传来，他已然恢复了真实的面貌。难得有这么漂亮的后辈，他怎么舍得让对方轻易离开呢？梅菲尔家族的每个女巫都有一项特殊能力，而身为家主的朱利安更是变态，可以分割和抹消人类的灵魂。仪式其实并没有结束，一旦超过限定时间还未逃离，罗温的一部分便会永远困在禁地中。说到这，他反而不急了，既来之则安之，还不如先问问怎么找到拉舍尔。岂料朱利安却有些好奇，罗温跟拉舍尔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I was his lover, and then his mother. I gave him a body. 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朱利安也不吝啬，表示罗温要想出去也很简单，只要外面那个罗温能意识到自己不完整，返回唱片机再举行一次仪式，就能救回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这听起来简单，可关键时刻罗温的初恋拉克突然到访，朱利安轻轻一吹，便帮对方打开了房子的大门。罗温笃定另一个自己绝不会感情用事，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叙旧的好时候。可屋内的罗温却不知怎么回事，带着拉克便去客厅聊起了天。原来罗温曾把拉舍尔的血液交给对方做了化验，于是拉克顺便也给罗温做了下检测，可结果竟显示罗温有4条不同的染色体。 What are you? 眼看有些解释不清，罗温只是让拉克等等，随后出门找到了长老，想让对方帮忙配置一瓶遗忘药水，让拉克忘掉检测结果。在得到长老的承诺后，他随即又折返回屋内，坦白了自己女巫的身份。 I'm a witch. 他的特殊能力是透视。眼看拉克有些不敢相信，他当即现场展示了一番，先是从拉克肩膀上的小伤开始，再到手臂上骨折留下的印记。就在来到关键部位的前一秒，罗温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由于现在的他相当于只有一半，所以使用能力时难免会有些透支，可他却只当是拉舍尔离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太过在意。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罗温突然跪在地上表起了白。拉克没有拒绝，爱情的力量足以让他们跨越物种相恋。他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既然掌握了拉舍尔基因的成分，那说不定可以利用生物技术让细胞快速繁殖，为罗温制造一个随身的魔力充电宝。至于上哪找足够的细胞样本也很简单，虽然拉舍尔长大成人只用了1周，却也经历了换牙，那些换下的牙齿罗温都收藏了起来，其中的牙髓便是最好的细胞样本。可就在用电锯进行采取时，拉克实在受不了罗温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一个不注意把手给弄伤了。在禁地看着这一幕的罗温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自己明明没有这么花痴才对啊。朱利安却颇为得意，他用能力将罗温分成了感性和理性2个灵魂，被救出去的正是感性的那一个，形势对罗温颇为不利。眼看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感性罗温却拿着遗忘药水犯起了难。长老让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塞进药水喂给拉克，这样对方便会彻底忘记罗温这个人。可两人才刚旧情复燃，只有感性的罗温哪舍得呢？他一把拍掉拉克手中的魔药，表示要放弃女巫的身份跟对方在一起。眼看场面就要失控，长老们终于察觉到了罗温的异样，他表现的实在太奇怪了，尤其是在面对坦尼亚的读心术时，过去的罗温总会给心房加上一把锁，如今却完全不设防。再联想到家主朱利安的特殊能力，他们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好在时间还剩最后的几十秒，
在众人的帮助下，罗温回到唱片机前重新启动了仪式。就在临走前，理性罗温接受了朱利安一起喝一杯的请求，并从酒瓶身上得到了提示，酒庄所在地便是如今拉舍尔被囚禁的地方。Bon voyage, ma chère。这个女人到底有多拼？为了救回被掳走的儿子，她特地穿过迷雾赶到了苏格兰，岂料对方绑来拉舍尔的目的竟是为了借种，而且新娘看起来还不错。拉舍尔心中燃起了熊熊欲火，作为恶魔转世的他对女巫极为敏感，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去。好在身后的村民紧紧拉住了绳子，时机还未成熟，他们要在拉舍尔与女巫的成婚之夜举行仪式，让家族的另一位守护神降临人间。可拉舍尔却不知道这些，他的心中只剩下了欲望。就在喝下了女仆递来的牛奶后，他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随即重新被戴上了头套。而此时的罗温却还在赶来的路上，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然屏蔽了他跟拉舍尔之间的联系。说话间，车胎传来一阵异响，拉克赶紧稳住方向盘，将车开向了小路。这地方仿佛被施加了某种结界，迫使他们只能步行前进。好在目的地已经近在眼前，就在走了半个多小时后，一个神秘的小村庄出现在了眼前。关于拉舍尔的传说便是从此处开始的。相传梅菲尔家族的首个女巫为了保护村庄，从灵界召唤来了拉舍尔作为守护神。众人漫步在大街上，发现村民们个个穿着奇装异服，似乎在庆祝某种节日。坦尼亚发动了自己的读心能力，原来这是1年1度的圣米迦勒节。想不到一个用恶魔当守护神的家族，竟还会庆祝大天使长的节日。行进间，罗温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曾将拉舍尔掳走的男人，他快步跟了上去，岂料人没找到，再回头时却发现其他人已经不见了。坦尼亚被一个兜帽男吸引，就此离开了大部队，而罗温则在旅馆前跟拉克相遇。他决定用手机通知其他人在旅馆会合，可没想到的是，旅馆的服务员却告诉他们没房间了。拉克有些恼火，他可是提前在网上预订过房间的，可服务员却表示第三方平台的预订在这不好使，旅馆的房间会优先提供给当地的客人。眼看就要露宿街头，罗温只好拜托服务员给他们叫了辆出租车，可车都已经来了，坦尼亚那边却始终没有回消息。Oi, you the folks needing a ride? No, thank you. 罗温不想抛弃同伴，可就在来到酒吧跟科特兰会合后，拉克提议不如先找个地方住，等第二天庆典结束后再来找人。正好司机也不想放弃这单生意，来酒吧找到了几人，罗温只好答应了下来。随着夜色渐深，司机却越开越偏僻，罗温问了几次还有多远，可对方的回答却都是快到了。就在他忍不住要发火之际，车子终于在一栋老宅前停了下来，可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旅馆了。老宅的主人率先开了口 Welcome home. It's an honor. I'm your Uncle Ian. 原来此处正是梅菲尔家族的起源地，而拉舍尔其实也正被囚禁在这里。罗温还想说他们要去的是酒店，岂料伊恩竟一巴掌拍在了司机脸 Why 上。 didn't you tell him who you were? Eh? What you playing at? This is my son Hamish. 看到这，罗温突然不在乎了，既来之则安之，他倒要看看对方想玩什么把戏。几人当即在老宅中安顿了下来，可或许是因为过节的缘故，老宅里此时一派热闹欢腾的景象。拉克本以为就是场普通的派对，却意外在地上捡到了一张人皮面具。他好歹是个医学博士，立马认出这是货真价实的人皮，可周围的人却没有理他，反而戴上面具扮演起了丧尸。拉克被吓得不轻，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巫师的世界竟是如此恐怖。恰好此时罗温也在房间找到了伊恩的小孙女，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借种仪式的事情，而拉舍尔显然就是仪式的主角。他本打算跟伊恩好好讲讲道理，说清楚仪式可能带来的灾祸，岂料伊恩却一副你能奈我何的表情。罗温只好发动了自己的能力，他虽然失去了拉舍尔的魔力来源，但透视和改变血肉组织的能力还是正常的。 Having trouble breathing? Feel that in your throat. 可对方却毫无反应，反而是一旁的小孙女痛苦地趴在了地上。原来伊恩已经用能力将家族的生命绑定在了一起，只要愿意，他可以将任何损伤转移给其他人。罗温毕竟不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更何况他还刚从女孩那得到了帮助，难怪伊恩要设计把坦尼亚引开。要是有对方的读心术在，寻找拉舍尔就不会如此麻烦了。几人只好来到了屋外，准备找找有没有还未被洗脑过的族人。罗温察觉到了哈米的不开心，于是当即展开了利诱。年轻人大都会向往外面的世界，相比于这里的穷乡僻壤，罗温所在的大都市显然更有诱惑力。他承诺会帮对方找一所好的大学，一直安排到对方成家立业，前提是哈米要说出拉舍尔的所在地。 Try the tunnels in the basement. Can't tell you any more than that. So let's go ready. 罗文将这条信息记在了心里，可就在回到房间后，拉克却表示这地方太危险，他们必须另外找个地方过夜。可罗温却急着去地下室寻找拉舍尔，他凑上前抱住拉克，用爱情抚慰了对方焦躁的内心。等到拉克睡熟后，罗温悄悄爬起身，独自向着地下室走去。可就在他拿出手机打开闪光灯后，只听身后哐的一声，大门竟已被人锁死。原来哈米被洗脑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会为了钱选择背叛了？
这女巫家族的婚礼究竟有多古怪？新郎会先被扼上一段时间，然后用绳子拴在一侧，而新娘也同样如此，没有繁琐的改口环节。作为婆婆的罗温只需要在场下看着，随后在族中长老的鸣唱中，一旁的侍女会将新娘的头纱揭下。两位新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看着跟自己母亲如此相似的蓝眼睛，拉舍尔瞬间便按捺不住了，差点就挣脱了身上的束缚。好在长老也没让他等太久，随着唱词的结束，一个大汉拎着斧子便走了上来。罗温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本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岂料一旁的族长伊恩却将他拉住，随后拿出小刀在手上划了一下。奇怪的是，伤口处没有一丝血迹，而不远处的拉克却突然惨叫起来。罗温顿时明白了，自己心爱的小男友这是中了血咒，无论伊恩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最终都会被转移过去。可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施的咒呢？原来就在昨天晚上，趁着罗温去地下室寻找儿子，一个女人偷偷溜进了他们的房间，随后利用巫术催眠了拉克。紧接着身后的两位老仆便开始了仪式。每次家族的孩子出生时，他们都会举行一次仪式，方便伊恩进行控制和洗脑，而拉克则是这个仪式中唯一的普通人。在催眠术的作用下，他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甚至第二天起来还会觉得特别精神。罗温也曾想过提前叫停婚礼，可就在他费了不少劲从地下室脱困后，却发现拉舍尔已被洗脑。他虽然看上去年龄有点大，实际却刚出生不到1个月。作为恶魔转世，他的血肉充满了魔力，对巫师来说就跟唐僧肉差不多，一滴血便能让枯木逢春。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有好的设备观看。最近收拾价把落灰很久的 iPad Air 5在转转上卖了3600多，我才知道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笔记本、平板这种数码产品，还有数码相机之类的摄影器材都能回收，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通通打包带走，特别方便。总之听我的，想快速回收换钱，放心去转转就对了。罗温希望他能压抑心中的欲望，只当个普通人。可拉舍尔自从远远的见了新娘一面后，便陷入了爱河不可自拔。至于举行婚礼后会发生什么，其实还跟梅菲尔家族的起源有关。此时格里夫从猎魔协会找到了一具骸骨，正是来自拉舍尔的第一次转世。通过自己回溯记忆的能力，关于婚礼的秘密终于被解开。就在500多年前，女巫一族的王后诞下了一个男孩，可由于其父亲只是个凡人，为了避免血脉被玷污，他只能忍痛将婴儿杀死。但负责执行的女巫却于心不忍，偷偷将男孩送回给了其父亲。父子俩为了回到远在苏格兰的家乡，在路上足足走了15年，可等到达目的地后，却只看见了一片废墟。为了重建家园，父亲教给了他驯狼的技巧，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自己血脉的力量。梅菲尔家族从此地开始开枝散叶，而拉舍尔也寻得了自己的挚爱。And I knew I was meant to have a family of my own.